我们这个单元要讲的是 regression，OK，也就是用 regression 在 Airbus application 上面。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学习的类型。那我们在那个卡前的单元有讲过一种学习类型的分法嘛？那我们现在讲另外一种分法，它的分法就是根据你的 Y 的 output 来做一些方法的分类，基本上会分成3种类型，根据你 Y 的 output， 分别是 binary 的 classification， 也就是2元分类；另外一个是 multi-class classification， 也就是多元分类；然后另外一个是 regression， 也就是回归。那这3个分类其实根据你 Y 的 output。那我们接下来会对这3个例做简单的介绍，让你知道这3个类型是怎么做分类的。现在讲2元分类，也就是 binary classification， 那基本上就是给你一个 x， 然后给你 y。然后这 y 其实就是只有 yes 或 no， 或者是所谓的 positive 或 negative。那通常我们这个叫做 binary classification， 反正就是你的 y 只有2种可能性 ，yes 或 no， 或者是涨或跌，或者是这种 positive 或 negative 这样的 case。另外一种是 multi-class classification， 就是多元分类。例如这个分了一个手写辨识的数字，它的那个数字里面就有0到9，所以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多元分类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的分类不是 yes 或 no 这种问题，而是好几个选择，这种我们叫做 multi-class 的 classification， 也就是多元分类。那这边我用 K 代表可能有 K 类数字辨识的例子就是0到9，那这边就是一个多元分类的例子。那另外一种回归，它意思是说先给你 x， 但是 y 呢 ，y 是一个实数值。那这种实数值它就不是做分类的问题啊，不是1、2、3、4，或者是哪一类，而是给一个实数值嘛。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实数值，所以这种属于实数值的，我们叫做是一个 regression 的问题。简单的分类就是看你 output 是什么。如果你 output 是2个类型，像是 yes 或 no 的这种类型的，那就是2元分类。那如果你是有多个类别的，比如说有 k 个，那也就是一个多元分类的问题。那基本上2元分类是多元分类的一个 special case 嘛，要做2。那另外一个 regression， 它其实就是你 y 是一个实数值的。y 是实数值这种应用会比较属于那种，比如像是预测你的身高啦，或者是预测股价这种比较实数值的任务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要讲 regression 这个模型怎么建造出来，然后背后的想法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dataset， 头的大小跟脑的重量的资料集。这边 x 就是我的头脑的 size， 它的单位是立方公分。y 是脑的重量，它是以克为单位这样子。所以这边是一个资料，然后它的资料里面有头的大小跟脑的重量的那个记录。这样的资料，我在想说它有没有一些关系哦 ？OK， 所以我就想说把图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哎，这是我画出来的图。OK，x 轴是我的脑的大小，然后纵轴是我脑的重量。OK， 那我把它画出来就长这样子。那这时候你可能想要问一个问题：那如果我的头的大小是3876的话，那我脑袋的重量可能会是多少？这是你可能想要问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回归的问题嘛。你要回答 y 是什么？是一个实数值嘛，是一个值。这个值不是刚刚的 yes 或 no 的问题，是一个你要return一个是一个实数值，那就是一个回归问题。如果是一个回归问题，那我们怎么创造一个回归的模型？回归模型的背后的原因是到底想要做什么？基本上回归的模型它的假设其实就是这个回归函数，它其实可以表达出 x 跟 y 的一些线性关系。这个线性关系其实可以写成中间这个式子 w1 加上 w1 x1 一个回归模型的样子。注意这个 xp 不是 p 次方，是第 p 个维度的 OK， 所以这边其实就是想要做一个线性的函数，然后去表达 x 跟 y 之间的关系。这边 f of x 其实就是 y， 所以这边我们想说，如果我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线性关系，那我就可以预测 y 的嘛，因为只要给 x 就可以找出 y 的值这样子。好，那这边有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 w 其实是不知道的嘛，因为这边是因为我们假设有这个线性关系，可是线性关系我们还不知道。然后注意这边 AK 就是我们所谓的 feature。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去估计这些 W？ 如果能估计这些 W， 那就没问题了嘛，我就可以把我的 X 给带进去，就可以得到我的 Y。关键在于说线性关系的那个系数怎么估啊？如果估得出来，我就可以直接把我的特征的值给带进去，我的 Y 值就自然出来了。好，那所以重点来是在于说我们怎么估计这个 W。在怎么估这个 W 之前，我们先来稍微提一下说我们的那个 notation， 我们的符号，因为待会用到这些符号。这边的 x 就是 p 维的资料 ，OK， 它有 x1 到 xp， 它代表它是 p 个维度的。然后这边有一个 argument 的那个 data instant， 也就是我的那个扩充的资料，你会发现多了一个1的常数在前面。
这个117就是代表它的 bias term， 就是它的常数项。大 X 一样是 data matrix， 只是 data matrix 是 argument， 也就是扩充的。那扩充其实就是把那个常数项1加进去这样子，所以它是变成 P 加1维。我的 W 就是我这刚刚要估的系数，也就是 W 连到 W 也是 P 加1维的。那我的 Y 其实就是每个 X 对应的 Y 值，我们叫做 response。我们的 Y 其实就是脑袋的重量这件事情。这是我们的 notation， 我们的符号。我们接下来利用这些符号，然后来讲说我们怎么估出那些 W 的参数。所以稍微统整一下，我们现在手上有的 training data 长相是 X1、Y1、X2、Y2 到 X1、YN。这边的 X1 其实就是我们的刚刚的那些 P 加1维的，然后我们要利用这些资料去估出 W 这个系数。那怎么估呢？最常用的方法其实就是 least square， 也就是说我想要去 minimize sum of square error 这件事情，这也是一个最佳化的问题。这最佳化问题就是我们要估的参数或者是估的变数是 W 嘛 ，Y 是我们实际的答案嘛，然后 F 和 K 是我们估计的答案嘛。所以实际减掉估计的平方就是我们的 square error， 我们把它 sum 起来就是我们的 sum of square error。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值越小越好，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找出一个 f， 使得它的 square error 越小越好。那这 f 好像还跟 w 没有关系，其实有，因为我们刚刚 f 是用 w 来表达的嘛，我们再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点。这个 f 其实就可以写成就是 w 减掉 w 减掉 summation 的 wxij wj 这个式子。所以我们希望找到一个 W， 使得这个 summation 越小越好。那我们再把这个稍微再转一下，写成矩阵的形式。那为什么要举成矩阵的形式呢？因为接下来做微分会比较容易微一点点，看起来比较整齐一点点啊，所以我们会用矩阵的方式来写。那基本上左边到那边其实是等价的，只是写成矩阵的形式而已。问题来了，这个最佳问题我们把它写完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怎么解这个问题 ？OK， 那这个问题相对容易一点点，因为它是一个最佳问题，然后是平方项，然后没有限制式，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只要对它做微分，求它的极值，而且它是 convex function， 所以是有极值。好，那我们就直接对它做微分。这边是把它拆出来嘛，拆成这里面的 transpose 这样子。这两个对 W 做微分等于0，就是它极值的地方。那微分之后的长相就是下面这个式子。那这次再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变成 W 等于 x transpose 的 inverse x y。注意哦，这边可以取 inverse 是因为我假设 x 是 full rank， 可以取 inverse。待会会谈到怎么处理它不是 full rank 的 case。总之，先讲它是 full rank 的，这就是它的分析解，它直接做微分就可以求出它的解了。有了这个 W 的解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回去我们刚刚那个式子，回到刚刚那个 data set， 我的大小跟脑的重量，然后根据我们刚刚那一个式子，我们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嘛？这个 x 如果等于3876的时候，那 y 等于多少嘛？那因为我们刚刚跟 x 给定了嘛，所以我 W 就可以估出来了嘛。那估出来，它就成这条线性的函数这样子。那这个线性函数，我们刚刚是讲什么？我们刚刚是讲说 x 等于3786。那我们就可以估出它的 y 是1368.81这个值。那这个值是就是怎么样把 x 带到刚刚那一个估出来的 w 里面去做相乘的动作，我估出来的值。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regression， 这边其实就是估脑袋的重量这样子。在给定这些资料之后，好，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regression 的做法 ，OK， 那它的解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分析解。如果你的 x 不是 full rank， 也就是说，你微分等于0的时候，那它不是 full rank， 你不能取 inverse。那通常有几个解法，第一个解法就是说用 pseudo inverse。那 pseudo inverse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用 Cholesky 啊、QR 或 SBT 来造 pseudo inverse。除了用 pseudo inverse， 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来避免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嘛？另外一个简单法就是加一个regression term， 或者说 identity matrix 在那一个 inverse 里面，你一定会有个疑问说，那加了这个 identity matrix 它一定可逆吗？这是你额外加进去的一个单位矩阵。那这单位矩阵加了去之后，对这个回归的模型有什么影响？一个一个来解释。来，我们现在解释一下，加了 identity matrix 它一定可逆吗？我们是来证明一下它是不是可逆的。其实证明它很单纯，其实就是证明这个 x 加 identity matrix 这个矩阵是不是正定的。如果是正定，它一定可逆。那检测正定的方法其实就是假设一个向量它不等于0，我要检定的 matrix， 然后 u 去检定相乘之后是不是会大于0？如果大于0，它就一定是正定。把它带进去之后，你会发觉倒数第二个 equation 它前面那个一定是大于等于0，因为它是 norm 嘛，norm 的平方一定大于等于0。那最后一个项它已经大于0，为什么？因为 u 不等于0嘛，所以它一定会大于0，所以它整个加起来一定会大于0，所以它一定是正定。
那认定它就这么就可逆。OK， 所以加一个 identity match 它已经可逆的，那这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已经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它已经可逆，所以加这个是可行的。我现在加了一个 identity match 在里面的时候，它对我的 regression 影响是什么？好，那讲这个之前，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回归模型，跟刚刚的 regression 很像。那我们开始讲那个 ridge regression， 那 ridge regression 其实就是非常接近 linear regression。那它主要的影响其实就是说加了一个 penalty term 在后面，也就是这边的那个lambda w j 平方 summation 这边。OK， 那这个 term 它有它的意义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最佳问题，这个最佳的其实它第一个是要 minima 它的 loss， 也就是它的 residual， 另外一个要那个 minima 其他的 w2 的平方，也就是说他希望这个 w 的相似不要过于太大，也就是他对它的系数做一些控制，希望它不要太大。OK， 那这不要太大会造成什么影响？也就是说，他希望他的 w 不要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不要太大。如果差异性太大的话呢，就可能会 over。那我把这个式子再整理一下，把它整理成矩阵的形式，把它写成下面这个式子。所以这边再重整一下，让大这个 term 其实就是在控制那个模型的复杂度了。也就是说，他想要对这个 w 的系数做一个压缩的动作，希望它不要产生太大的值。那产生太大的原因，不想要产生太大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想要不要让它的系数之间差异太大。如果差异太大，就会偏好于某个系数所对应的特征值。那这是我们不想要面对的，因为它可能会造成 overfit。那通常这个 W2 的平方，我们通常都会叫 regression term， 也就是用来避免 overfitting。那整理成这样子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解。跟刚刚一样，我们把它拆成矩阵的形式之后，把它乘开来。OK， 乘开来之后呢，我对它做微分，就会变成中间这个 identity match。你会发现这个跟我们刚刚 linear regression 很像。我们解决 full rank 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招就是加 identity match？ 没错 ，ridge regression 其实就等价于你在解 linear regression 的时候加一个 identity match。所以现在我们把两个连接在一起了。所以当初在 linear regression 里面，在最后的解的时候，直接加一个 identity match。其实就是等于在解这个 ridge regression。稍微再整理一下，这边加了这一个 identity match 之后，其实就是想要避免它 overfit， 其实就是可以让它有一个唯一的解这样子。它在资料分析上的意义，其实就是想要避免 overfitting。原因我们刚刚解释过，其实就是去控制你 w 的系数，让它比较不会偏好某一个特征所对应的系数这样。这是我们加一个 identity match 对资料分析的影响。OK，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解释了说，加一个 identity match 在资料分析上是什么。